千万年来，长江、黄河、澜沧江，从这里开始，一路奔流，直至广阔海洋。千百年来，无数人渴望回到源头，感念故乡。生活在高原的人们策马走来，曾经，他们和牦牛一起踩出一条回家的路。他们和马匹踩出一条交流融合之路。自此，他们有了自己的歌声，有了自己的家园。现在，除了牛马的蹄印，还有了高速公路，有了高原上空的航线，更有了四通八达的互联网之路。在故乡的广阔天地间，三江源是他们成就梦想的翅膀，世界是他们更大的舞台。那刚把你起来，那你都记住了，那刚把你起来。那你都记住了，那刚把你起来，那小多杰做了一个梦，他永远停留在了7岁。他掉进了鼠兔挖了几千年的洞里。2015年3月，音乐剧《多杰》正在上演，所有的演员都是来自玉树囊谦县高原上土生土长的孩子们。多杰描绘了牧场的草木和动物，描绘了广阔的土地、江河，描绘了一个孩子的成长和希望。对于小演员们来说，这些完全不陌生。高原的生活本就是他们天然的剧场，只不过这一次，剧场从他们熟悉的三江源搬到了2000公里外的国际都市。你还记得我名字啊？他最调皮，还有他，他们俩在上海打架了，打完了就一个过来告状，然后一个擦眼泪，谁打赢啊？肯定是张希颖，张希颖啊！时隔许久，再见面肯定有些生疏。音乐剧《多杰》的制作人王婉再次来到囊谦看望这些孩子们。更重要的是，他带来了音乐剧《多杰》第2部的筹备消息。他说上万多个，他说。让老师们唱一首，好吧？来，开门到，你听了吗？真的，一个当高。Tagung lani changkana la chempe Jipi lani me to cho mangi ninja wa le so Shadi kasi dawa ko son jipi po mo Me to la ta mai me to cho mo Me to me ni wala che mo le la koryo oh me to me ni wala che mo le la koryo hai hai hi hi。音乐剧的男主角达曲9岁，在乡里的寄宿小学上2年级。草原上长大的达曲，大部分时间羞涩内向。
对于你去年去上海还有什么印象？你给我讲一讲。Sudah kan? Saya mau介绍，有好多玩的地方。还有呢？动物园。还有呢？公安同步的地有的嘞。楼房。2015年，这些音乐剧多节的小演员们第一次走出囊谦县城。他们从这里，就从他们的家乡到节骨镇上坐汽车就要坐6个小时，然后再从节骨镇上坐飞机坐到西宁，再从西宁再要转机转到上海。下了飞机到了上海，然后嘎子老师后面是躲了好多的小孩都躲在他后面，拉着他的袖子，拉着他的衣服，然后我们坐地铁，我告诉他们，我说，哎，我们现在是在地的底下，啊，我们在地的下面吗？他们又觉得不可相信。他们适应很快，然后半个月之后，我记得当时拉旺达节，他说，哎。我知道怎么来转那个地铁，你们跟我走。然后到第2次、第3次他们下来的时候，我明显每一个人都推着一个车，抬着头，挺着胸，就这么下来了。太坏了！后来，音乐剧多节又收到了来自荷兰的社群戏剧艺术节的邀请。来着，来，小右转，一二，跟我，好，加油啊！行了，对我不说了，就给，加油！啊，最爱啊最，啊。大约从2007年开始。高原上的广播体操变成了传统的锅庄。我们连刀都带了，你看。有备而来。这边有个水。来吃圆羹了。演的不好就不给吃。妈说先跟我那找多少觉的，就说俺转。从上海演出回来，音乐剧的小演员们偶尔还是会进行戏剧表演的练习。说是表演训练，不如说是对曾经演出经历的留恋。
牛粪。只是我们会每年带小孩子到上海去做一个演出。当时我的想法就是，你看看我们的文化是有多么美好的东西。所以我的想法就是，我们要让孩子们站在舞台上面，我们要让他们在舞台上面展现他们最闪亮的这一面。他们站在舞台上，他们能听到观众的掌声的时候，他们会对自己的自信心，他们会对自己民族的自信心会是不一样的。你一个人得睡觉。快点给狼！那老等你，这里的。也许9岁的音乐剧男主角达曲的未来不一定会走上演员这条路，但在此刻，这段不同的经历让他小小的身躯里充满力量。这股力量就是敢于面对未来的好奇心。不管是在玉树还是上海，相同的是，孩子的童年都在做梦。梦想是孩子的现实，梦想为他们的未来搭建了更大的舞台。每年的5月和6月是虫草最佳的采集时节。冬虫夏草，在过去是牧民们交易旱地茶叶以及东南亚商品的重要资源。一些上等品质的虫草，售价甚至可以超过黄金。冬天，蝙蝠蛾产在地下的虫卵会被一种孢子寄生。当幼虫在地下开始长大，真菌也在幼虫体内慢慢成长。菌丝不断繁殖，最终充满了虫体。直到夏天，菌丝体就会从幼虫的头部慢慢萌发，长出像草一般的真菌子座，钻出地面。这就是冬虫夏草名字的由来。青海玉树盛产虫草，是这里的牧民们一年里最重要的收入。采虫草是个更依靠眼力的技术活儿。孩子们目光明亮，更容易找到虫草。当地的学校也专门调整假期时段，用虫草假代替暑假。因为父亲生病，安措今年暂时休学，在家照顾父亲。好真的啊！站下去，压了起来。刚进来。啊，这不能一个的。那这咱们不进来。那大陆那钱不下就没得。这个长干没的了。不进门的。大的南北切差，就是人的那不的，就么穷了的，下是个说嘛，那东在对不对？你的下一大陆都没得。
也就是这一年，休学的安措学会了草原上的不少生活技能：放牧、做饭、打酥油。13、14岁的年纪，那么多的心里话，向谁说呢？7月份，初中毕业的姐姐从县城回来了。草原上的事情说给姐姐听，县城里学校的故事说给妹妹听。过了这个夏天，姐姐就要去西宁念高中，姐妹2个有说不完的话。妹妹会不会羡慕姐姐可以去更远的地方？姐姐会不会羡慕妹妹能留在草原，留在父母身边？谁也说不上。一根长约4厘米的虫草，收购价格大约在30、40元。若是按照这个价格，1年下来，一个家庭能在虫草季节获得6万到7万元的收入，运气好的甚至能赚到20万元左右。暑假快结束了，8月对于这对虫草小姐妹来说是依依惜别的时刻。而未来，不管她们会选择什么样的路，是留下还是去远方，但愿她们都会彼此惦念。今年，虫草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大约8万元的收入。到了下一个假期，妹妹想让在西宁上学的姐姐带回一件漂亮的新衣服。虫草影响着整个三江源地区3/4以上的牧民家庭收入，但对于江财来说，却有着比虫草更为重要的事情。
啊，不能弄。我都赶紧都是说对吧？가서 그냥 여기 쳤어, 저 쳤다. 저는 되는 데만. 다가 가는다. 어디 가나 되듯이. 에, 더 가셔도 싶다. 대마다 말에 봐도 탕. 데미지도 좋은 막. 효초 노송제 리카디아. 고무소 대마다 말에 봐도 아스다 말에 봐도 도저히 어디지. 아까 주노 자신이 되지 때 어째 리덴도 되지 가서 만든 그냥 핑사 중간은 단 알았다. 이게 지하에 오래 매만 먼저. 아마도 쓴다가 알아. 다 제게 되더만. 아빠한테. 로바는 참도 제가 맞추지 거 중간도 너 그지 너 그리 님이 녀제 거 빼낼 거 같니? 대치 진짜 와서 막 그러니까 리카는 나선 다자 그만 가서 그래 여자 만든 나 사람 지금 또 너를 누구 제시 좀 얘기 못 하래. 무슨 소자 놓고 보면 처음으로 먼저 같이 줄이 들어. 러서는 데서 니를 또 니를 따서 막 전적 상황 어쩌서 보니까 이 세계에서 이런 또 되게 좀 뭐. 당연히 있을 때도 발견 단들 진도선 좀 그래. 화는 손지.江才29岁，一家3代都是裁缝。现在他有着自己的服装企业。一直让江才上心的不仅仅是服装厂的利润，他特别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有事情做，能有个让自己安身立命的手艺。那就打蒙不起，也在跟队友那些，没那都有。그거를 심지어 왜 뭐요 치를 맞대고 그 어디나 야자가 못 고래 저저 레 대민은 거로 자와도 뭐고 뭐 파카다도 이제 전가선 세 이때는 자와서 저나 지미 요래선도奶奶和孙子，妈妈和女儿，都会在江才的服装厂出现，像是一个热闹的大家庭。在江才的工厂里，有经验的长者会把手艺一点一点地交给更多的年轻人。会家里乡的多啊，那这里第二站的上，大概眼光的在上。运动员这可能一看现在有这个天气嘛，就这样嘛，跳虫嘛、什么嘛，他也不嘛真的是，天天也这个，这东西什么也都车子过来要不来，同样也学。白卡28岁，没念过几年书，原本可以选择更轻松的工作和生活，但他却反着来。我在7、8岁的时候吃过，我们那个是黏黏的，放到这里，然后我们在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我们就在说这样放着，然后老师一转过去就这样听。藏糖是个童年的吃食，现在不多见了，但藏糖却成了白卡的事业和梦想。和所有白手创业的人一样，白卡需要闯过最为艰难的开端。在牧区里面装的时候，有时候狗也害怕在那里，害怕狗，所以有时候害怕有些人怀疑让我们是小偷呀这样的。
3、4个草原上牧民家庭的女孩聚在一起，想要做成一件事，哪怕是很小的事，就是为了能够证明草原上的女孩子和男孩子们一样能干。他们给自己的小组织起了个名字，叫青年牧女。反正这2年嘛，一直在忙，有时候真的想一个星期，反正跑到外面想休息一会儿也没时间。今年刚开始卖的时候，我一个人在跑，在上超市里面放，有时候送几盒，然后帮我卖一下这个，我就求着他们。整整2年的时间，藏堂的事业没有大的起色。其实藏糖的制作太简单了，做完酥油后，剩下的牛奶不断熬煮，然后加上一点红糖、一点酥油，就是让人惦念的味道。不是因为看到了巨大的商机，也不是因为念旧，制作藏糖是因为成本低、好上手，所需要的原材料在牧民眼里也并不值钱。以前也没上过什么，小学上过1、2年级吧，也没珍贵的那样上。然后他们就是说，你又没有文化，又没有什么能力，你可能做不出来，只是你的想法是这样的。白卡的藏糖事业做得很艰难，只能苦苦支撑。那，做服装企业的江才遇到困惑怎么办？爷爷的家是他寻找答案的方向。那帮我比较见到人，真是，是的，别的，一点吃不起，我哪把酒就是哪把酒用不可能，哪把酒那做起来的俺的呢，这俺也是把路中啥的做上。或者带着我们的，你把他们做过呢，我从做过呢，一辈子估计真正是过的，俺也后来呢，路中全部年全部来吧，那忙把的我中间中嘛，稀里嘛，对不对？等你大陆那就这说的，找弄找手机呢，或者我们之类的，多少这些特别罗在这玩一个。我当然是弄个这样些的，他都弄个这些年了嘛的，打起把这个的，其实有梦想，想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并不容易。为什么要创业？自己到底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梦想到底是个什么滋味儿？为了梦想，这条路走还是不走？这是我们所有人最终都要做出的选择。最多也是累的话4年吧、5年吧，再就不会累的。我相信，因为这个东西是好的，我做的这个产品是选择觉得感觉是对的。比如说，过个节日呀，过个什么生日之类的，也可以送这个礼物。我想让它变成像巧克力一样的，藏族巧克力。因为白卡的坚持，1年时间，他的公司有了10万元的收入。最大的买家是玉树机场的旅游纪念品商店。因为江才的坚持，那个曾经拒绝了他苦心邀请的巴旦松宝有了一份工作。玉树是一家电器商店的送货员。
真的只说了个，要来打起你话在用这的，这他那第一点，这他这啥打，啊第一弄一下，叫这个。哎，这一点了的。亲扎西德勒，大家好，我叫扎西德勒，我是天上玉树的吉祥物。因为有了再看看这些人，他们想把玉树的产品卖到全世界。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把它带出去？不是用我们的传统的一些思想，而是用一些我们年轻人接触到的一些东西来把我们的产品带出去。在这个 IT 时代，以共享经济为主的这么一个经济时代的时候，我们必须去应用互联网的这种互联网思维跟互联网的这个商业模式。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我们藏民族一个非常古老传统的一个民族，也在借助于互联网加的这么一个政策格局下，然后去发展我们的这些自身有自身优势的一些特色产业。那我们是商人，我们做生意挣钱，但是我们不违背消费者的一些我们对消费者的一些良心上的问题，也就是用咱们的信仰去约束我们自己。比如说现在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他们创立了这个专为年轻人服务的青年创业联盟，在这个平台上去帮助更多的年轻人实现自己的想法。我就是看到对，俺那跑这炸了拉了去，来就去的，扛把火烧就等起来，等应咱们的这这。自己想故事，自己拍摄，自己剪辑，自己配音。他们依靠互联网来讲述自己的故事，讲述高原上的生活。这些有着奇思妙想的年轻人，把全世界当成了自己的舞台。他们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向往，外面的世界也对他们的纯净家园充满了好奇。年轻人的眼界已经不再局限在草原，他们的兴趣也不只局限在生意的层面。三江源就是他们与世界交往的最亮丽的名片。是什么？打住，就这个意思。谢谢。你们平时也是要这样穿衣服吗？这个是跳舞的服装。你们平时的时候也是穿？平时穿这种，平时穿这种的。你们也很漂亮，谢谢。韩国的也很漂亮。你们这边有没有韩国那个欧巴呀？韩国欧巴呢？真的有哎。结识世界各地的朋友，最有效的当然就是真诚的笑和发自内心的欢乐舞动。这就是卓舞的魅力，这是穿越语言、穿越形式而直达心灵的传递。渣男被尊称为玉树舞王，一辈子跳的就是三江源赫赫有名的卓舞。마트 천원 내자 동도 천원 마을 천원 딜내자 땡어 그것도 그 결제고 레이데다 특히 논타는 레이데다 디스카탄다 요타디 크리에이터스 좀当地人说，天上有多少颗星，啄就有多少调。牦牛身上有多少毛，啄就有多少舞姿。
高原的人们深信天地可以沟通，而斫舞是人们最为发自内心的真实呈现。它超越了单纯形式的炫耀技巧，这就是斫舞1000年以来的强大生命力所在。性之所至，或舞动，或歌唱。感觉你看波动没有？弄要当哒哒哒哒哒，弄的，或者当。你看啊，这叫弄出来。我们别想的是唱歌，我们在唱我们艺术民间的一些文化。我得，我们其他做不了什么，把这个文化唱出去。我得，远方的亲人也好，远方外来的领导也好。他们过来的时候在听我们艺术有哪些歌曲，艺术他们都说我们标志啥，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那到这里的话，必须把这些东西要弄出去，必须要把这些弘扬。青梅拉萨打过小工，摆过地摊儿。从16岁到25岁，都是这么过来的。为的就是攒钱实现自己歌唱的梦想。没有上过专业学校，歌唱和吉他都是自学。最困难的时候，1个月的生活费只有100多块钱。青梅拉萨没有改变过自己的初衷。现在，每有外来的客人到玉树旅行，都会有人让青梅拉萨过去唱上几首家乡的歌。那时候，他也一定会唱几首自己创作的新歌。这是一次玉树州的街舞比赛，孩子们经过3轮比拼，进入了最后的决赛。他们的目标一定是冠军。要就是3、2、1，好，恭喜 King。接下来7号和9号。然后3号和10号做准备。图啥？图啥？失败都是有的，知道吗？
大，然后大，完了以后拍一下，再转过来啊。索南小时候不听话，很调皮，喜欢去网吧，不喜欢不开心的日子。一次偶然的街舞演出，让索南从此坚定了下来。索南很是感激这段过往，街舞让他不再羞涩，不再内向。未来，他希望再通过教课攒些钱，去更有名的舞蹈学校深造。刚见馆长的时候，我说了一句话：我不图你能给我多少钱，但我图要排练厅，就是他有那么大的一块地，那么大一块排练室。然后我们想着，如果我在这教课，然后就是他能把这排练厅借给我们，让我们平常自由练习的话，我也就满足了。我喜欢这个队，他喜欢别的队。就是想在玉树这个地方，然后培养一批会跳舞的孩子，喜欢街舞的。虽然我们藏族的一些传承文化特别多，传承的东西特别多，但是我还觉得需要接触一些外面的东西。定居家里忙的，我就每天对着那个电脑，对着电脑做那些文件嘛，家族的那些宣传册呀什么的。安久家族藏黑陶现在已经在囊谦了。什么藏黑纸，现在慢慢的是这各个兄弟们已经有了这个技能以后，稍微有点外扩了。对。我想把这个集体再融为一体以后，一起成就一个安久家族的企业。然后我要收集这7颗龙珠，然后召唤神龙。那你呢？打算你的街舞事业如何发展？对，我想着，像我们跳舞的里面有那个 locking， 大家都知道，它叫锁舞，然后锁舞的节奏很快，它是3拍走，当当当当走了。但是就像你们囊谦本地的热巴舞特别快，当当当当当当，它跟 locking 结合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好。所以现在这个舞蹈这个东西不能光死跳。它也要有一种艺术的方式去展现出来，感觉是那样。然后我们要把这些民族风加进去藏戏啊，戴面具，你跳刚开始起步跳，人家也会觉得，哎，明明说好的是街舞，对吧？对，怎么出来个藏戏？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就像跳舞的时候，各个舞蹈都是相互通的。哇塞，冷得很。其他演员准备的咋样了？你看，上次老师我们排了一次，全都就是等于说 pass 掉了。然后这次队排好，所有的演员表情丰富一点，然后别动的那种感觉。因为热爱音乐嘛，我想把每一步都做好。我不能说把它做得非常完美，但自己最初的那个感觉，把它做得完完整整。3、2、1，开始！金梅拉萨对自己的要求很高，未来他一定会唱一首属于自己的歌。那首歌里有着高原的草香，有着冰雪和阳光，有着海拔4800米的寒冷和温暖。人来一次世上特别不容易，想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不可能就这样一直上班，把自己的有的梦想就被这个东西打破的话，我觉得太没用了，感觉。我觉得我们才要经历一些东西，平常玩游戏一样，用自己的双手拯救自己。再过10年人再聚一次，坚定我们这个的梦想。说过的这句话。那时候说不定阿修家族那个老总小呆，哎呀，那多不容易，对吧？那时候现在不能叫我小呆，你应该叫索南玩家了。对，索南玩家老总在吗？我们这边有个项目。
山峦有了年纪，千万年间起起伏伏，造就高原独特的地貌。江流也有了年纪，看着我们的历史流到今天。他们放牧牛羊，种植青稞，故事在一代代流传，传统在一代代延续。7条精心设计的旅游线路都通向了高原。这是年轻人的故事，这就是他们的舞台。阳光和风，每天都是新的。马到不了的距离有飞机，飞机赶不上的速度交给智能手机和网络。这一代的年轻人，他们启程，他们追梦，梦想的疆域，前所未有的辽阔。穷了是他们苦过冬他弄到上，而且我给主有的是。后来他那里把军队的骗来了，加油做的哪里？他说一个大家有的不有的应该呢一个做了，他说咋起包子有些大个不中，他那个他说拉走的你自己过的他妈的起码了就。但是人家看的就年轻人，西过的我。